有这样的一座寺庙，在外人眼里几乎和汉地的佛学形象画上了等号。有这样的一座寺庙，我们只要谈起来，总会想起僧衣少年的阵阵拳风。可是我们真的了解它吗？千年历史起起落落，的确当下它面对着风口浪尖，可是这里面又有几分调侃，几分真实呢？今天我们分享的并不是某位方丈的隐秘译文，也不是江湖传闻的烛影斧声，而是属于它的历史真实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南北朝史一兴一灭，1500多年前，有这样的一位天竺僧人，他的穿越路程之长堪比玄奘，只不过是反穿。这位名叫跋陀的僧人从印度出发，穿越茫茫西域，历经诸国，一直走到了汉地，来到了今天的山西大同。曾有博主评价，跋陀并不算什么高僧，因为他在印度修行了20多年，仍然寂寂无名。好在经人指点，说他可能会与震旦有缘，他才踏上了东行之路。确实，从历史上来看，他没有什么学术留存，但我觉得修行不光是破万卷书，也有行万里路。他发愿来汉地弘法，万里奔波，苦学汉化，并最终得以实现，也同样了不起。跋陀在大同参见了北魏孝文帝，讲解了《十地经》。这部经宣讲了菩萨修行的10个位阶，给出了每升一级的具体描述，非常精妙，让北魏孝文帝对他一见如故，立即拜为上宾。这位北魏孝文帝，我们当下的评价很高，用标准的说法，因为他推崇汉化，促进了民族融合。不过除此之外，他对佛教也十分推崇。也许北魏实行的子贵母死制度，也就是册立太子时随即处死生母，从而防止外戚干政，这个政策实在太灭绝人性了，也许对年幼的他有过不少影响。不过孝文帝除了尊佛之外，却也限制佛寺数量和规模，另外还喜欢刻道家的50伞，可见帝王的心思也挺拧巴的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他对跋陀的尊崇完全是真心的。从大同迁都到洛阳的时候就带上了他，而且跋陀说自己不喜欢洛阳的繁华，孝文帝就着手为他创建新的寺庙。我猜测外来的和尚也不一定能念好经，洛阳以白马寺为首，丛林众多，跋陀难以插手，可见持续到现在的白马少林高下之争从那时就开始了。而这座在少室山下密林之中的新寺庙就被赐名为少林寺。公元495年，少林寺正式建立，作为皇家寺院出道即巅峰，距今足有1500多年。注意汉传历史上叫跋陀的高僧有2位，这也是近期以来讲解少林寺历史的博主常犯的错误。另外一位在历史上稍早几十年，并且和佛陀同姓世家，学术能力明显更强一些，首次翻译了《华严经》，还和鸠摩罗什打过辩论赛，只不过打输了，被逐出了长安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少林寺作为禅宗主庭的历史又是从何而来？那就要谈到几十年后的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僧人达摩。达摩的路线和跋陀不一样，
他走的是水路，乘船来到广州，从南而北上，先在南京遇见了梁武帝，发生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对话。作为笃信佛教的帝王，梁武帝有些得意洋洋地问达摩：我建寺、抄经、度僧，能有多少功德？达摩却淡然回答：没有任何功德。梁武帝当然不会高兴，这个禅宗公案表达了什么？直到现在也还众说纷纭。我个人认为，达摩想点破梁武帝的，其实就是法执。既然不欢而散，达摩就离开了南方，脚踩一根芦苇渡过了长江，这也就是一苇渡江的由来。传说中芦苇上有5片叶子，所以后来禅宗就有了5个宗派。当然了，就把这个当成传说就好。达摩选择的落脚地就在少林寺，在此面壁9年，最终大彻大悟。他悟出了一个看似简单但极其深刻的道理：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也就是那些念经、拜佛、参禅的方式，可能都是一些表面功夫，唯有关照内心，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。这和佛学的其他宗派的观点有很大差异，但依旧暗含了9年前他和梁武帝的对话，就是所有的表面功夫都毫无意义，拘泥于这些细节而忘记本心，其实都是法执，同样是另外一种极深的执着。当时的汉地佛学界，寺庙密密麻麻，僧人熙熙攘攘，所有人都在礼佛烧香、讲经说法，但这种虚幻的热闹却离西天越来越远。达摩算是给了法执一记当头棒喝。这种潇洒飘逸的思想完全契合了我们汉地的精神内核。从此之后，佛学才真正的变成了属于汉地的佛学。汉传8大宗派之一的禅宗就此诞生了。说完了佛学，再说说功夫。有记载说，跋陀穿行西域的时候，就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，成为了少林武功的起源。也有说法，达摩面壁的时候，在石壁上留下了《易筋经》和《洗髓经》，这不过都是后世的小说家言。这2位都只是学术性强的高僧而已。少林功夫的出现，让我们留到下一节再说。少林建寺80年前后，北周武帝下令灭佛，这就是351州灭佛的其中之一。北方的佛像几乎全部被毁，寺庙全部收归国有，丛林一度尽绝。当然了，也包括了少林寺。至此，这就是少林寺一兴一灭的历史。让我们再接着聊。隋唐变幻，在兴在灭。时间来到了隋朝，当隋文帝重新开始修建少林寺的时候，落寞的少林寺已经改名叫智护寺了。智护这个词来源于《诗经》，是有子思亲的意思。隋文帝是相当崇佛的帝王，隋朝也成为了唯一将佛教而不是儒教定为国教的统一王朝。隋文帝复改智护寺为少林寺，并赐给土地100顷。少林寺第2次兴起了，并又一次和皇家产生了联系，并又一次出道即巅峰，成为了拥有庞大寺产的大寺院。与此同时，少林功夫也就孕育而生。我们看下河南的地形就知道了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群雄逐鹿的四战之地，尤其到了隋末，天下大乱，匪过如书，
兵过如壁，少林寺必须具备有一定的保卫力量，才能防止住他人的觊觎。而且寺院聚集大量成年男性，本就不能轻视。这里多插一句，少林寺的武僧根本不算什么，顶多就是防卫而已。日本历史上的僧兵武装，那才叫一个声势浩大，大寺院动辄数千人的规模，向上可以胁迫天皇，向下可以压制豪强，甚至还有2个大寺之间互相派生兵攻打的历史。开个玩笑，这才叫物理超度嘛。背后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寺产的膨胀。所以佛陀在修行早期主张不恤于物，还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因为从清贫到有产，就有了执着和争夺。少林寺的僧兵在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，直到现在也家喻户晓，因为民间还流传有大量的戏曲和演绎，那就是13棍僧救唐王。隋末唐初，群雄争霸，李世民和王世充大战，被困洛阳，人倦马乏。少林寺方丈觉远大师挑选了13位精通棍法的武僧，用铁棍破阵，力战王世充，俘获了他的侄子王仁泽，救出唐王李世民。再后来，李世民登基后，御赐少林匾额，特许4僧习武。这个故事非常传奇，当然和真实历史有不少出入。比如李世民当时是秦王，而王仁泽才是唐王。虽然这俩王都是自己封自己，不过也应该叫13棍僧抓唐王才更合理一些。不管怎么说，少林寺在改朝换代中再一次攀上了皇家势力，用那位这几天在风口浪尖上的少林寺前主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少林寺历来都和上层关系密切，这倒是真没有错。隋文帝曾赐田100顷，唐太宗直接赐田1000顷，还赐予水碾1具。这可是农耕时代的黑科技，直接让少林寺升级成为农业资本家。从此之后，少林寺名扬天下，并且武学更盛。唐朝甚至还制定了让少林僧兵辅助军队的政策，少林寺风头无两，达到了历史顶峰。除了武学，在佛学方面，达摩开创的禅宗在唐朝已成为最大宗派，只不过禅宗的兴盛其实和少林寺关系不大。达摩被追为初祖，但从2祖到4祖，禅宗南移，不温不火。等到5祖弘忍，再到6祖慧能，禅宗终于崛起。可这已属于是广东南华寺的荣光了。而少林寺主要沿袭的其实是律宗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一次少林寺的落寞来得更快。同样在唐朝，唐武宗掀起了灭佛浪潮，算是3武一宗灭佛中破坏力最大的一次。我们在上期谈到过，汉传8大宗派：密宗、唯识宗、三论宗、律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。经此法难，险些法脉断绝。少林寺受到了多少波及呢？隐藏在历史中的真相，我们已不可考。不过会昌法难得到的命令是寺境摧毁，佛像铸钱，其中的命运我们就自己想象了。到这里就是少林寺再兴再灭的历史，让我们接着聊。宋元明清3兴3灭。从唐入宋，少林寺并不算耀目，但在宋哲宗时期却出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禅宗中的一支朝
曹洞中，经由报恩禅师回归了少林寺，少林寺终于得律为禅。所以虽然少林寺作为禅宗主庭，但实际上在达摩创立禅宗500年之后，少林寺才真正的以禅宗作为主要修行方式。元代初，元世祖忽必烈任命禅宗的曹洞宗宗师福玉和尚主持少林，并统领松岳一带所有寺院，少林寺第3次兴起了。虽然这次比不上之前，但作为禅宗教派的核心，在佛学上还是有所建树的。但很快到了明朝，从朱元璋开始，限制僧道势力，限制民间习武，少林寺悄无声息了很久。直到嘉靖年间，抗倭名将于大猷到访了少林寺，切磋武艺。最近有博主说，于大猷发现少林寺的武功早已荒废，全是摆花架子，气恼之下还教会了少林寺不少棍法功夫。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可靠，因为少林僧人在之后的明朝历史上多次被征调参与战事，并屡建奇功，少林功夫好，这个 IP 也就是这个时候逐步打下了基础。但到了清朝，情况又不一样了。清廷上层本就信奉藏传，对汉传本就有距离感，而且对民间习武的限制比之前更甚，自然对少林寺没有什么好感。我们现在想起清朝的少林寺，不是想起方世玉，就是想起洪熙官。这些少林弟子搞的都是些什么呢？反清复明啊！当然这些都是文艺加工，而且有的版本是嵩山少林寺，有的版本是泉州南少林寺。不过这里面想表达的感觉，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得到。时间到了民国时期，少林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，在1928年春降临了。军阀石友三因为和少林寺的还俗僧人北伐将领樊钟秀为敌，在混战中居然下令焚毁少林寺。可惜少林功夫再好，冷拳脚也打不过热兵器，200多名僧众几乎被屠杀殆尽。从大雄宝殿到禅堂，无数历史建筑烧为白地，不少可以追溯1000年以上的经卷文物就此消失，甚至共计105套的古拳谱也因此失传。石友三做出这种事情，举国哗然，但最后却不了了之。然而石友三最后也得到了现世报。抗战时期，他投降了日本，做了汉奸，却被部下发动兵变，活埋了。可惜少林寺经过了此等法难，很多东西就此断绝。但诸行本就无常，少林寺的3起3落同样亦是无常。1981年，一位年轻人前往少林寺出家，当时寺里面只剩下了10余位老弱僧人，谁也不知道。仅1年后，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少林寺》横空出世，再次改变了这个千年古刹的命运，也同时改变了这个年轻僧人的命运。后面的故事不必多言，我们都很熟悉了。诸行无常，以法为师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世间的修行不应该依赖于榜样的完美，以法为师，以戒为师，而不是攀援附会，以偶像为师。少林寺长达1500年的时光，成住坏空，起落无常，见证了多少兴衰历史，看罢了多少
滚滚红尘。如此历史厚度，怎么能够被如今短短40年完全代表呢？佛陀在世时，提婆达多作为亲传弟子，也是亲族堂弟，拥有巨大的修为，但仍有分裂僧团、伤害佛陀的举动。可见，连佛陀在世时，依然无法阻止僧人堕落。但是佛法并未因此败坏，正法依旧代代相传。法是我们的依靠，而不是谁的形象，或者是谁的说辞。同样，也别让某个人的过错毁坏了对真知的信念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